我亲手养大的狗崽子终于化形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成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想娶我的婢女为妻。母君一气之下将二人打回原形，入室力竭。没成想，陈氏有陈氏的规矩，不听话的狗是会被拉出去阉了的。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们凤凰一族向来是自己选夫的，可我却是例外。母君说，在我刚破壳的时候，便和龙族定了亲。可龙族很少出事，定亲之后便在未派人前来，连母君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这门婚事。于是，在700岁的时候，我外出捡回了一只狗崽子，并扬言要亲手将自己夫君养大。试问，又有哪个女子能抵抗得了毛茸茸的公鸡？就算我是凤凰也不例外，更何况我也只是豆蔻年华。这可把前来寻子的天狗族族长高兴坏了。这日后要是能诞下有凤凰血脉的子孙，他们一族的地位可谓是水涨船高。于是二话没说，便把白寻扔给了我。难得小皇主喜欢，那您就养着玩。我看着在我怀里的小东西，一身雪白的绒毛，爪子扒着我衣领直打哈欠，也是满眼欢喜。但是母君却说这样不好。乖女儿，你可是被龙族定下了，虽然3000多岁，老是老了点，但是咱也不能为只狗崽子绿他不是。我脑子里立马出现一张满是褶子的老脸，没忍住嫌弃地撇了撇嘴，撒娇道：母亲，3000多岁了还觊觎我年轻美貌，这货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龙，我才不嫁。开什么玩笑，老东西哪有软乎乎的小崽子香。听我这话，母亲也很是纠结，满眼心疼地默许了我的做法，只是提醒我将喂养白寻的地方由我的大殿改到了禁地之内。我明白母亲的用意，小崽子可以养着，但却不能光明正大的养着。要是龙族忘了这码事还好说，如果没忘，日后也不至于落人口舌。况且我族禁地常年受地火炙烤，虽温度奇高，却对修为大有裨益。但是我担心白寻受不了如此高温，便带着我的婢女清河一起入了禁地，日日用灵气替他洗髓，减小地火给他带来的痛楚。就这样，我养育他到500岁，化形耐日。可我没想到，日日撒欢的小东西成人后，却浑身散发着凛冽之气。我欣喜地上前，习惯性地伸手想去揉揉他的头，却被他躲了过去。我满脸不解，看向他的眼睛，没成想，以前那对圆溜溜的眼睛，现在却拉成了丹凤眼，正冷冷地看着我。清河也往常给我念叨，我只是你养的一条狗，看来确实如此。可你确实是天狗一族啊。我扭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清河，不假思索地回答。清河此时怯怯地低下了头，脸上的红晕已经升到了耳根。白寻少爷误会了，清河的意思是您是我家少主一手养大的夫君。白寻冷哼一声，掠过我站到了清河身边，牵起了他的手，这才又开口。夫君？我可不承认我是谁的夫君，我只知日日给我送吃食的是清河，为我扇风驱热的是清河，为我梳毛陪我玩耍的也是清河。我要娶她。我看着紧贴着身旁女子的白寻，眼皮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以前没听说过天狗一族智商有问题啊。这地火扇什么风？什么风能驱这地火之热？清河原身不过是一只兔子，它就算把自己毛都扇没了，都不可能扇动这里一丝热气。没心肝的玩意。我刚想开口解释，一道威严的声音在头顶响起，裹挟着灵气的掌风扫过，白寻与清河便跌在了我的脚下。我知道这是母亲来了，看来今天这事是没法善了。自己养大的崽子要娶自己身边的婢女，以母亲的脾性，这就是在藐视她，藐视凤凰一族。母亲居高临下地望着二人，这才懒懒开口。你以为你的灵力为何增长得这么快，区500年便能化形？你以为你是什么天才不成？真正的天才是我儿，破壳便是人类的形态，而你却是靠着我儿的灵力，还有这地火的炙烤，要不然以你的资质，你以为你500年便能化形？听闻这话，白寻艰难地抬起头，对我怒目而视，打断了母亲，愤恨地说道：并不是我想来到这儿，我只知道这几百年来清河对我十分关心，更何况你凤凰一族天赋异禀，区几百年的灵力，他修炼一下便能补回来，
我喜欢清河有何不可？此话一出，母亲更为大怒，你不知感激，反而还责怪我。那你二人便再去体会一下修炼的艰难吧。清河眼眶含泪，眼睛虽然哀求地望着我，身子却不由自主贴上了白寻。二人被架上涅槃台的时候，我护在了白寻面前，不是心疼他，而是觉得大可不必。一只狗崽子而已，喜欢上别人便喜欢上了，大不了我下次找个已经成型的。可我求情的话还没出口，白寻却在我耳边恶狠狠地小声开口：都是你的错，如若不是你，我与清河便是一对神仙眷侣。说罢，我便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原来白寻在被扔下台的瞬间，死死地拽住了我的胳膊，将我一同带了下来。耳边风声呼啸而过，还夹杂涅槃台上的轰乱。皇主，不好了，少主一同跳下去了。属下就说，以少主对这狗东西的感情，必定放不下。我的少主啊，多少年才出了一个天才啊，这就殉情去了啊！在众人的声音中，我母亲的声音尤为清晰。慌什么？死不了，大不了就是受点伤。我凤凰一族的自愈能力，不是我吹。掉落得太快，剩下的便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心里叹了口气，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我虽然死不了，但是疼啊。然后便人事不省。咦，这是谁家的秃毛鸡跑出来了？这么瘦，炖汤应该不好喝。鸡冠这么大，应该是只公鸡，还不能下蛋，也是可惜了。我努力撑开沉重的眼皮，想看看是谁这么吵。秃毛鸡，本小姐没见过，下蛋的公鸡，本小姐更没见过，到底是何方妖孽？事实证明，凤凰一族的自愈力确实强大。我在被苍炫捡回来的第一天便醒了，是被一盆热水浇醒的。我睁开眼的第一眼，映入眼帘的便是苍炫那张清秀的俊脸，正手捧热水，轻轻地打湿着我的羽毛，可嘴里却没有一句人话。这秃毛鸡瘦是瘦了点，可始终是肉啊！哎，不管怎么说，也总比没有强吧。我眼珠一转，在苍炫身后的土灶上，还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只是这身杂毛也太脏了，还是洗洗再拔吧。头顶轻柔的声音响起，苍炫的双手顺势翻开了我的翅膀，指尖捻起了我的羽毛。秃毛鸡，这原来说的是我。要是这身羽毛被拔，虽死不了，但也能要我半条命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跳了涅槃台还不够，现在还得让我再死上一回。转念间，眼皮一翻，又晕了过去。这次是被吓的。再次睁眼，我已经趴在了一个干燥的稻草窝里。我赶紧打量自己，还好，所剩无几的秃毛还在，我还没被下锅，并且骨折的翅膀上已经被绑上了小小的一块木板。看来苍炫这个屠夫是想先养着我，养肥了再宰。不行，我得赶紧把伤养好，如若不跑，还未等我灵力恢复，便已成了这厮的盘中餐。在我思索间，突然感到后背一阵温热，似乎有什么东西贴了上来。我嘎嘎一声，艰难地扑闪着断翅跳了起来。不怪我没有一位小皇主的威严，而是这2天受到的惊吓实在是太多。待我回魂，这才发现贴上来的是一只杂毛兔子，让我一惊之下再一惊。要不是我现在无法口吐人言，我真想仰头大问一句苍天。因为这只杂毛兔子不是别人，正是被我母亲扔下来的清河，它身后甚至跟着一只毛发雪白的小狗。哈哈，那不正是白寻那只白眼狗吗？这是什么该死的缘分？可这俩眼神清澈，呆呆地望着我。白寻甚至还凑到我身边闻了闻，随后抬脚便在我身上撒了一泡。我顿时扯着嗓子大叫，蹦搭着一双爪子就要往不远处的池子里跳，心里已经把天狗一族从大的到小的全骂了一遍。于是待苍炫出现时，我已经在院中的水池里扑腾了。对，凤凰一族没有水性，可我宁愿呛死在水里，也不要带着白寻的标记苟活。我是一只有尊严的凤凰。哟，这是闹的哪出？我不吃你，你却要自杀？苍炫站在池边懒懒地开口。我刚想张口骂人，发出的却是咕咕一声，然后又呛了口水。在我的脑子已经开始迷迷瞪瞪的时候，苍炫终于把我从水里拧了出来，随手又把我扔进了窝里，这才又开口。小秃秃，既然醒了，就好好认识一下你的新伙伴们，你们都是被我捡回来的，可要好好相处，
要是谁不听话，那就吃掉。听了这话，我默默翻了个白眼。白寻却像只傻狗般，依旧转着圈蹭着清河。看来他们确实是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在苍炫这个林中小院定居了下来。在灵力未恢复前，我实在是不敢乱跑。万一竹林里有什么猛兽，我可能连毛都剩不下一根。更何况苍炫一手好医术，上过药的伤口往往恢复得更快。唯一不好的就是吃食上实在艰苦。我吃的是苍炫从集市买回来的玉米粒，吃的我感觉新长出来的绒毛都是黄色的。白寻吃的却是苍炫剩下来的饭菜，里面偶尔还会有肉。虽说我骄傲的不吃嗟来之食，可每次我看白寻吃的香，也是会咽咽口水，呜呜呜，我都多久没见过荤腥了。这天我又站在石头上看白寻吃饭，一边看一边继续咽着口水，直到他吃完，我才装作无所谓的踱着步溜达回我的鸡窝。不多时，不远处一阵鸡飞狗跳。哦，不对，只有狗跳兔跳。作为本院唯一的一只鸡，我还没有飞。我没想到入一回事，白寻这位天狗族的骄子忘了前尘后暴露本性，真把自己当成土狗了。平日里他围着清河转悠就算了，现在居然时不时就往清河身上爬，吓得清河到处乱蹦。这不，今日就踩烂了苍炫的药谱。苍炫闻声出来时，他最喜欢的药盆已经碎得稀烂，浇花合着泥土，叶子都掉了好几片。而白寻依旧追着清河在跑。苍炫几大步便跨出了房门，在我还未看清时，白寻已经被他拽着脖子拎在了手上。苍炫将白寻提高，只眼睛盯上狗崽子，白寻便耷拉了耳朵，嘴里呜咽了一声。苍炫压低声音道：我跟你说过几次，虽你是畜生，但也不能乱爬，更何况那是只兔子，你不能乱了规矩。我似乎感到苍炫扫了我一眼，继而又无所谓的开口：哎呀，既然你不守我院里的规矩，那我就只有把你带去张屠夫那儿了。放心，他手法一流，指一下，你便又是清心寡欲的乖乖小狗了。说罢，便拎着白寻出了门。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人一狗走远。要是哪天白寻恢复记忆，这奇耻大辱还让他怎么抬起头来？我不由得仰头长啸三声，咯咯咯。不得不说，苍炫这个竹林灵气还是挺充沛的。我在这里待了3个月，身上的伤已全然养好，体内的灵力更是在慢慢恢复。而白寻自那日从张屠夫那儿回来以后，伤口更是恢复得极快，快到连他看我的眼神也不再懵懂。我合理的怀疑他的灵智已经恢复，但我俩依旧相安无事，就我们这一鸡一狗的状态，也奈何不了对方。我俩只能每日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视线交汇时，再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过头。这天一大清早，我俩正暗暗较劲，从未有人拜访过的小院竟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门外一女子清晰的声音，打破了院子的宁静：大夫，你救救我女儿吧，求求你了。竹门被拍得梆梆作响，惊醒了屋子里的苍炫。只见他胡乱地披上衣服，疾步走了出来，打开了院门。门外的女子满脸泪水，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幼童，看见苍炫，当即跪了下来：大夫，镇上的人都说你医术高明，比回春堂的大夫还要厉害，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她已经高烧2天了，我们已经想尽了办法，可是都没有用。苍炫低头看了看，顿时神色大惊，二话没说便从女子手中接过了孩子。我看到他突变的脸色，也连忙飞到了他的肩上，够着脖子瞅了一眼。我虽不会医术，也看不懂凡人的病症，可却能看出来，孩子身上缠绕着丝丝死气，普通大夫大概是医治不好的。我很好奇这是一个什么病症，只发烧2天便能让人身体上生出死气。我头越凑越近，眼看已经快贴到孩子脸上，苍炫却大力地抖了一下肩膀，将我甩了出去，一边抱着孩子往屋子里走，一边瞪了我一眼道：小秃子，你是什么都敢看，这孩子是染上了瘟疫，你给我离屋子远点，听见没？瘟疫。跟进来的年轻女子听见这2个字便瘫软在了地上。我赶紧想伸手扶一把，却只是扇动了一下翅膀。苍炫看都没看摔倒的女子一眼，只朝她吩咐道：你也起来跟我进屋，3天之内
你们母女不能踏出这个屋子半步。我目送着女子进入屋子，看着房门缓缓关上，不由得回头凝视了一下远方。瘟疫，这孩子怕是很难熬过来了，山脚下的小镇怕也是很难熬过来了。苍炫呢？会不会也被感染？3天，恐怕也足以染上瘟疫了。晚上，我在鸡窝里辗转反侧。苍炫一介凡人之躯，如何能硬扛住尘世间的瘟疫呢？可我却是能够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凤凰为不死之鸟，体内精血之效，别说只是感染瘟疫，更是能生人白骨。我要不要救救他，也救救那个孩子？我顶着一头被自己抓乱的杂毛，偷偷跳到了苍炫窗外。烛光下的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养神，嘴里喃喃说着：“应该不会有影响吧？虽说线下只是一只。”声音越来越小，然后屋子里又安静了下来。另一间屋子里，女子坐在床边掉着眼泪，女孩乖巧地举起手，轻轻地为自己母亲拭去泪水。我默默叹了一口气后，溜进了熬着药的厨房，死死地盯着药罐子发了愁。母亲这惩罚罚的到底是白寻，还是她的亲生女儿啊？成日间担惊受怕不说，现在还要主动放血。可我脑子里苍炫紧皱眉头的样子的与小女孩艰难抬手的画面却不断交替出现。不管了，我是小皇主，小皇主不会怕疼，我自我安慰着，狠心将后背往旁边的菜刀上一划，再龇牙咧嘴飞到了药罐上方。看着我的血滴入药罐子后，我才躲到了柴堆后面，眼见女子将要端走后，这才放心的晕了过去。对，我又晕了，第一次放血没甚经验，口子划深了。第二日清晨，只听哐当一声，女子的呼喊响彻小院。大夫，不好了，你家鸡死了，满地的血，怕不是被黄鼠狼咬死了吧？我微微撑开眼皮，发出的声音微小又嘶哑。闭嘴，吵死了！啊！女子的声音化为尖叫。大夫，你家死鸡说人话了。我身上被裹上了厚厚的白布，窝在苍炫的书桌上，与他大眼瞪小眼。他斜斜地开口：“不是说会说人话吗？来，开口说一句听听。”看我不开口，苍炫修长的手指戳了戳我的头，不开口就顿了，正好给那孩子补补。我怒目而视：“你这个残忍的屠夫，是本姑娘救了你的狗命，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哦，苍炫眉头一挑：“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救我性命的？就是溜进厨房自杀吗？怎么，上次跳水没淹死，现在直接动刀子了？”我虽惊讶于他对我说话居然没感到害怕，但还是赌气的把头别向一旁。开什么玩笑？怎么救的？难道我告诉他我是凤凰，我放血只为救你，救那两母女？沉默半晌，苍炫看我没有再要开口的意思，便将我抱到了他的床榻上。日后几日你便和我睡在一起吧，你伤口太深，方便我替你换药。说罢便走了，只悠悠留下一句：“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帮倒忙倒是挺厉害。”什么叫帮倒忙？我想跳起来骂人，可伤口实在是疼，只得奄奄地蹲了回去。环视了一遍这男人的床，确实比我那鸡窝要舒适太多，便勉强接受了。在与苍炫同床共枕3天后，山下果然爆发了瘟疫，已经无碍的母女俩执意要下山探视自己的家人。苍炫是拦了又拦，可女子也是铁了心要走，最后考虑到孩子还小，在某天夜里把女儿留在了这儿，独自下了山。苍炫看着面前站着的小人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小突突，以后咱们估计是没有安静日子可过了。”苍炫的担忧不无道理。自那日起，竹林里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可都被苍炫拒之门外。有的人干脆就跪在了门外：“你为什么愿意救那孩子，却不愿意救其他人？”我不解地问：“小突突，你不懂，救那孩子已是例外，我就得了世间一人，却救不了世间千千万万人。”我看了一眼门外，死气已经弥漫了整个竹林。大夫，求求你发发善心吧，前几日李家娘子归家，告诉我们她家孩子就是你救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救救我们？门外的哀求一声接着一声。我闭上了眼睛，心中天人交战。镇子里这么多人，接二连三的被感染，就算我放进一身精血，也不可能救得完。虽然我灵力一直在增长，就快恢复人身，
可我凤凰一族本就不擅长医术，连修炼靠的都是自身肉体的强悍硬抗，这可怎么办？是救一个算一个，还是视而不见？就在我心中的两个声音还在争论时，被我遗忘多日的白寻却替我做出了决定。只见一只白狗快速地用爪子扒开了院门，同时狗嘴里也吐出了人言：愚蠢的人类，那日救那孩子的就是我们院内那只鸡，那可是修炼了1000年的精怪，血肉能让人起死回生。众人没有说话，都被一只狗开口说人话给惊住了。看门外一片沉默，白寻着急了，跳着脚继续开口：你们不信？你们看，连我一只狗都能说出人话，你们就应该相信。要是还不信，你们倒是去问问李家那妇人，她家孩子病好时，这只鸡是不是流了好多血，还沾染在了药罐子上。我知道白寻这是还在记恨我，恨我母亲将他扔下涅槃台，也恨我见证了他被苍炫侮辱，可我却无法反驳他说的话。死狗，你是怎么敢的？反而是独立在房门口的苍炫首先大怒开口：我看你是在找死。话音刚落，门外所有人却一哄而入，白寻趁此机会跑进竹林，很快就不见了踪影。我与苍炫却被人团团围住。大夫，那只狗说的肯定是真的，是不是？苍炫扶额没有回答。大家叫李家娘子来问问，一问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对呀，对呀，众人七嘴八舌。这时人群里怯怯地钻出一道身影，这是赶来看孩子的李家娘子。你说有没有这回事？人们开始逼问柔弱的女子。女子胆怯地看了苍炫一眼后，视线落在了我身上，犹豫着还是开了口。那日大夫家的鸡确实流了好多血，但是不是此血的功效，我并不是很清楚。人在生死一线的时候是管不了真假的，这些凡人更是。不知道是谁高呼道：不管真假，我们总要试试。一只狗能说人话，就足以证明这个院子的不凡。我们上，抓住那只鸡。众人撞开了欲挡在我身前的苍炫，一哄而上。眼前人影不断晃动，我赶紧扇动翅膀飞了起来。3界有3界的规则，有规则就有压制，更何况我尚未恢复人形。我很快便力竭，被一人眼疾手快地揪住了脖子。我感到一阵窒息，心中忍不住咒骂：这该死的白寻！就当我以为我当真要成为一锅肉汤时，一道小小的黑影蹦了过来，4条腿蹬在了抓我之人的脸上。那人不由得泄了力，我趁机脱离了他的掌控。我用尽力气，奋力飞上了房顶，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才看清那道黑影正是和白寻一起被扔下来的清河。小皇主，你快跑，在外躲些时日，皇主一定会寻到你的。清河话还未说完，就被人捏着耳朵提了起来。我站定未动，只是吃惊地看着清河：你不同白寻一样恨我？兔子乱蹬着4条腿，不恨，从没了记忆他老想着爬我身上恶心我开始。从刚才他只顾着自己逃跑，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开始，我就已经后悔了。你快跑！清河继续大喊。下面人声嘈杂，已不见苍炫的身影。我心中松了一口气，还好并没有连累到他。不跑！我骄傲地扬起鸡脖回答。开玩笑，我一族天骄，怎么可能把救自己的婢女扔下自己逃命？我一身骨血，能救下清河，也能救下更多的人，死就死吧。我心一横，又飞回了地面。抓住清河的人把清河随意一扔，就招呼其他人上前逮我。我默默闭上了眼睛，心中想的却是：我的亲娘爱，我掉下来这么久，你怎么都不派人来找我啊？这下你女儿的小命真要交代在这儿了。就在我以为在劫难逃的时候，一声龙吟响彻天际，所有人被震得瘫软在地。一条庞大的黑龙由远及近，沉闷的声音在空中响起：世间有世间的劫难，他就幼童本是好意，却要被你们逼着赴死，就因为他的精血能救下你们，可他也是生灵，他和你们也是一样的。说罢，龙头低下望向我，继而又开口道：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呢？我说我救不了千千万万的人，可也远没到需要你去死的地步，怎么老想着自杀呢？更何况我龙族少族长未来的媳妇儿，怎么能让你们变成一锅肉汤？这声音，苍炫，我没死成。当日苍炫扔下满地凡人，抓起我便走。
清河在事后也被母亲派人接了回来，而白寻却不知所踪。至于小镇上的瘟疫，就在他消失那段时间里，他摇来了玄武族修为深厚的长老。玄武一族最善医术，防御奇高，可抗住干扰因果的惩罚。可作为条件，苍炫须得为玄武一族的小子们授课100年，谁叫该族只知防御，却不会还手呢？而在前往玄武地界前，首先该办的就是我们俩大婚的典礼。万万没想到，我最终还是嫁给了这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头。典礼上，母亲与龙族族长稳稳坐在大殿上，当着众人的面，苍炫将自己身上的护心鳞交到了我的手上。这是龙族每人身上最为重要的东西。护心鳞片会根据本人修为的深厚程度而越发坚硬，普通的护心鳞也足以抵抗天劫一击了。我虽为苍炫的做法大感震撼，可也在默默思量，3000多年的护心鳞，往后的日子，我怕是很难死了。苍炫牵起了我的手，开口：“小秃子，我说过你可以相信我的。”我白了他一眼道：“也不知一开始是谁要把我毛来着？谁让你眼神不好，放着我这么俊朗的黑龙不要，却看上了一只土狗？我当时也只是吓吓你。”说话间，一只脏兮兮的小狗穿过人群的间隙，抱住了我的大腿，正是不知怎么回来的白寻。小皇主，是我错了，您就让我回来吧。当初我那也是迫于无奈，我也是希望能救救那些村民，并不是真的想让您去送死。清河的动作比我更快，还在我抬脚间，一脚已经踢了出去，大声呵斥道：“狗东西，你真不要脸！你当时不就是盼着主子去送死吗？跑得也够快，你以前不是说过非我不娶？怎么，繁体被淹了后也断情绝爱了吗？”大殿上一下炸开了锅，众人开始交头接耳。天狗一族这孩子这竭力的够狠啊，直接断子绝孙了。没事没事，繁体受损了而已，修炼成型后还是能够长回来的。可是丢人啊，这苍炫也真够杀人诛心的。天狗族族长烧红了脸，低着头，赶紧一把抓过白寻，讨好的对我母亲说道：“皇主，这孩子的劫数还没立完，这里还不是他该待的地方，我这就把他扔下去。”说完便夺门而出。可怜的狗子怎么也没想到，跳个涅槃台还能买一送一。而明日之后，我就要随着苍炫去玄武一族的领地上任了，从小皇主升级为同辈间的师母。以后振臂一挥，全是徒子徒孙。我掩嘴偷笑，另一只手同时挽住了身边的男人。番外，我是龙族最有天赋的孩子，却只醉心于修炼，这一练就把自己的婚事给耽误了。族类长老焦急不已，可我的婚事又不是随便能定下的。所以当听闻不久前凤凰一族诞下一名小公主，破壳便是人类形态时，龙族便炸了锅，拉着我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就怕到手的媳妇就这么飞了。可我却是无所谓的，成不成亲于我而言似乎也没有多重要。我是在大殿后的花园里见到这只小凤凰的，因为是为求亲而来，我多少有些不自在，当即化为一条小龙溜进了池子里。谁知这一幕刚好被这眼尖的妮子见到，蹦着就蹲到了我面前，还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拨弄了我2下，随后稚气的声音响起：“你是哪里来的？怎么变成一只小泥鳅了？变也不知道变好看一点，黑乎乎的，真丑。你看你这样，池里的锦鲤姐姐是不会看上你的。”黑泥鳅，我打量了一下自己，这辈子第一次有人管我叫黑泥鳅。这时蹲着的小屁孩像为难似的皱起了眉头：“你怎么能黑成这样？这样别说锦鲤姐姐，谁都不可能给你当媳妇的，真可怜。”说罢便用怜悯的眼神盯了我半晌后，才像下定决心般继续开口道：“没关系，以后若真没人要你，本皇主就大发慈悲收了你，可是须得等我长大哦，到时候你记得来找我。”说完又蹦蹦跳跳的离去。收了我？就这么定下了？这孩子这么草率的？这孩子倒是扬言愿意收了我，可是他母亲并不愿意，因为我比他宝贝女儿足足大了1-2千岁，哪怕我族长老声泪俱下，他也毫不松口。若皇主能够答应，我愿意送出我的护心鳞，以化解小凤凰日后涅槃之劫。反正日后都是要娶亲的，
娶了别人还不如定下这个天真的小姑娘。最后，皇主才堪堪点头。他说要等她长大，我便再也没有光明正大出现过，只偶尔修炼累了才来偷偷看看她。我看着她从稚气的小姑娘逐渐变成青涩的少女，可还未等到我与她正式相见，她却偷偷养下了一只狗崽子。开玩笑，天狗一族怎么能与我龙族相提并论？当天回去，我气得都静不下心来打坐。我咬牙切齿地决定，一定要绝了他的念头。我一定要去见他，让他看看我可比那只狗崽子要俊俏得多。我才不是什么黑泥鳅。没成想，我再一次踏入凤凰一族时，只看见他跟着那只死狗跳了涅槃台。当时我想都没想，开启了我族保命的秘宝，悄悄跟着他跳了下去。他却受伤太重，直接化为了原形。我把3个人一起捡回了家，养了起来。白寻灵气尽失，记忆全无，已对我构不成任何威胁。可我还是没忍住，在给他洗去血污时吓了吓他。谁让他想给我戴绿帽子来着？阉掉白寻的凡体确实是有报私仇的原因在，但是更多的是他的视线总是围着那只狗，我不开心。在尘世的日子是平静温馨的，如果不是他自作聪明要放血救人，他不知道和我同床共枕的那几日，我每夜用灵气滋补着他的精血。他更不知道的是，在吸收完我的灵气后，他都能短暂地恢复人类的形态。我每晚便搂着他睡到天明，嘿嘿。如果不是那些无知的村民非要抓他去炖汤，我大概还能抱着他多睡几晚。但没关系，我用与玄武一族的100年牵绊，救了他愿意救的人，也终于和他大婚。我的小突突还是有点良心的，没有把我一个人扔去王八堆里，而是陪我一起待在了那里。只是新媳妇年纪太小，去后便与我的那些徒弟打成了一片，闹得玄武一族的长老每天心惊胆战。我是不介意自己媳妇闹的，可那群小子总来寻他，大大打扰了我们的2人世界。在他们再一次炸掉大长老的炼丹炉时，我终是没有忍住，在院门口立了块牌子：小乌龟与狗不得入内。呼，世界终于安静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